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臭小子，如果今年春节你再不带女友回来的话，我们就给你两个选择：一是回沧州子承父业，我们给你安排婚姻；二是你妈来沈阳，给你找媳妇儿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2010年1月初，接到父母的圣旨，电话这端的耿峰叫苦连连。31岁的耿峰，东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沈阳工作，一切顺风顺水。他是家里的独子，父母在河北省沧州市老家有资产过千万的征房企业，可他不愿意继承家业，只愿意做计算机软件开发。拼命工作之余，他还喜欢登山、旅游、自驾游等，就是没想结婚。耿峰的父母耿丽君和张永华已经50多岁了。儿子大学毕业时，他俩就希望儿子回家，可儿子说家乡没有一流的计算机软件开发企业，坚决留在沈阳。他俩又退而求其次，希望儿子早早结婚，给他们生孙子。父母最后通牒中的这两条，耿峰都无法接受。他愁得心急火燎时，偶然看到网上有人准备租女友回家，眼前顿时一亮，决定效仿。耿峰通过网络找到了26岁的蒋小丽。蒋小丽是某高校的研究生，家在沈阳，父母都是下岗工人，在菜市场和饭店打工，还有半年就毕业了。蒋小丽要集中精力做毕业论文，没时间打工挣钱，又不愿向父母要钱，还是同学帮着出主意，让他上网应聘回家过年的女友。为了有钱花，让自己安心做毕业论文，蒋小丽也豁出去了。反正又不是真的，况且她也没处对象。蒋小丽长得端庄秀丽，性格文静又懂事理，完全符合耿峰父母对儿媳的要求。两人谈好了条件，耿峰给蒋小丽5000元，他陪耿峰回家过年。半年间，蒋小丽与他父母通几次电话，再给他5000元。2010年2月12日，大年29，耿峰带着蒋小丽回到沧州。当蒋小丽亭亭玉立地站在耿家父母面前甜甜地问好时，老两口立马就相中了他。而蒋小丽通过与耿峰的几次接触，早已喜欢上耿峰，他的外貌和气质风度，当然还有他软件工程师的经济实力，都让蒋小丽心动。现在又加上千万富翁的父母，一座800平方米的别墅，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男朋友，蒋小丽不打算放过了。在耿家，蒋小丽用心表现着。张永华有些气管炎，不停地咳嗽，蒋小丽就悄悄上街买了一件毛背心儿。当蒋小丽把这件合体的毛背心儿给老人穿上时，张永华心里那份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他摩挲着毛茸茸的背心说：“真暖和。”蒋小丽笑了，对张永华说：“您再喝点润肺的雪梨银耳冰糖粥就更好了。家里有东西吗？我来做。”喝了他熬的粥，前胸后背一暖和，张永华的咳嗽真的减轻了。张永华觉得这丫头真贴心，喜欢的不得了。耿峰也很高兴，因为他租的女友表现如此之好，父母不会逼他另找了。他还想着要给蒋小丽加钱。大年初一早晨，耿丽君夫妇就拉着儿子来到蒋小丽的房间。张永华打开一个红布包说：“小丽啊，这是我和你大伯给你的压岁钱。”一大捆钱，
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。面对这笔巨款，耿峰和蒋小丽都惊得合不上嘴。耿峰明白父母是相中了这个伪儿媳，用这招给自己施加压力的。蒋小丽却没想到她的父母如此大手笔，这一刻她彻底明白，更加认定了她这个儿媳妇儿。她当时就决定要抓住这个良机。大年初六，耿丽君夫妇亲自把儿子和准儿媳送到机场。下了飞机，蒋小丽马上把27万元还给耿峰。这些钱是耿丽君的10万元压岁钱和耿家亲友给的压岁钱。蒋小丽笑呵呵地说：“我会按协议完成任务的，每隔1个月给你父母打个电话。我也希望我们交个朋友，毕竟这几天我们相处很愉快。”蒋小丽的态度让耿峰放心，他真担心蒋小丽爱上自己，那就麻烦了。因为耿峰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他喜欢浪漫多情又会玩的姑娘，而不是他这种类型。况且他不想这么早就恋爱结婚，只是他不得不让蒋小丽再演半年戏，否则父母又会逼婚。比这更重要的是，耿峰不敢让父母知道他租女友的真相。蒋小丽却与他的想法完全相反，她彻底爱上耿峰了。只是她明白，如果这么唐突的下手，肯定会适得其反。她要像慢火煲汤一样，慢慢博得耿峰的爱。当然，也要利用自己最大的优势，他父母的喜爱。还有一个杀手锏，那就是耿峰是个孝子，不敢让父母知道租女友的真相。2010年2月28日是正月15元宵节。中午，蒋小丽主动往沧州打电话：“张阿姨，元宵节快乐啊！今天晚上我和耿峰去棋盘山看灯会。”张永华听后很兴奋，放下电话就打通了儿子的手机：“小峰啊，今晚你和小丽看灯会，别忘多照几张相发给我。”耿峰没想到蒋小丽会设计他，就搪塞母亲说：“今晚我加班啊，走不开。”张永华生气了：“我马上给你们经理打电话请假。元宵节还加班，真不像话。”耿峰害怕露马脚，只得应承下来。这时他可犯难了，找蒋小丽看灯会，那就等于主动约他，这超出他租女友的范畴。如果不找，在父母那儿就露馅。怎么办？他只好硬着头皮打电话给蒋小丽。两人晚上看灯会，蒋小丽非常配合，照了很多相。2天后，蒋小丽收到张永华打来的电话：“小丽呀，你和小峰的照片真好，我们愿意看。我最盼的就是你毕业后，你们快点结婚，我想抱孙子了。”蒋小丽甜甜地说：“阿姨，我听您的。”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，蒋小丽与张永华保持热线联系。2010年7月初，蒋小丽如期毕业，因为成绩优秀，她很顺利的在沈阳一家市级医院当上了内科医生。她打电话向张永华报喜，并说：“阿姨，我毕业了，也有稳定工作了，接下来就想好好生活。”张永华马上说：“家里马上安排你们结婚，越快越好。”蒋小丽等的就是这句话，但她不露声色说：“可是耿峰还想多玩几年。”张永华一听就急了：“他敢？我马上给他打电话。”蒋小丽明白祸后到，她的声音里流露出忧虑：“千万别，他会认为
我打小报告了，阿姨，我爱他，不想惹他生气。张永华被感动，这姑娘太好了，一心一意替小峰着想。他接着说，小丽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阿姨，您偷偷的来了再和他说，这样他就不能怪我了。第二天，张永华夫妇一起来到沈阳，找到儿子的工作单位。看到父母的那一瞬，耿峰惊呆了。坏事儿，父母来逼婚了。怎么办？他想先稳住父母，再和蒋小丽商量，说是蒋小丽甩了他。可是还没等耿峰带着父母离开单位回家，蒋小丽就来了。张永华冲着儿子说，我下车就给小丽打电话了，咱们一起回家吧。在家中，耿丽君明确说，这次就是来确定儿子结婚日期的。这时耿峰真傻眼了，他想向父母说明真相，可又不敢，因为父亲有高血压，母亲有心脏病，这样突然的变故会要了父母的命，怎么办呢？只好寄希望于蒋小丽了。他表情严肃地冲着他说，小丽，你看呢？蒋小丽羞涩地说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还是你拿主意吧。耿峰顿时懵了，完全没有料到他会这样说。张永华笑了，我看你们就尽快办了吧。送蒋小丽回家时，耿峰火冒三丈，你怎么能那样说？这怎么收场？蒋小丽装作很委屈地说，事情这么突然，我也不知道如何应对。耿峰听后也无话可说。事情完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，蒋小丽懂得见好就收，不想让耿峰有被胁迫的感觉。第二天，他主动对张永华说，二老来一趟不容易，我们陪你们多走走看看，结婚登记的事儿，二老走后我们再办。耿峰的眼神里充满了感激。耿峰和蒋小丽分别请了3天假，陪着老人玩，二老满意而归。父母走后，耿峰急忙与蒋小丽商量对策。见时机成熟了，蒋小丽说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你看行不行？耿峰觉得快说，他吞吞吐吐地说，要不我们将错就错。耿峰愕然呆立。蒋小丽2只手搅在一起，像是在给自己鼓劲儿，说，我喜欢你，你父母喜欢我，我们走到一起不是皆大欢喜吗？这一刻，耿峰脑子里掠过一丝不快，开始怀疑蒋小丽做了手脚，但他没有说破，只是解释着，对不起小丽，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孩，可是我对你没有感觉，我可以对父母说你甩了我，这样就没有麻烦了，我可以补偿你。没等他说完，蒋小丽就哭起来，她坚决不同意，二人不欢而散。蒋小丽按部就班地实施她的下一步计划。2天后，她打电话给张永华，声称耿峰仍不愿意结婚，还说担心他会抛弃自己。蒋小丽可怜兮兮地说，阿姨，我不想失去他。耿家父母商量决定，半个月后再来一次沈阳。2010年7月底，父母又来沈阳了，耿峰急成热锅上的蚂蚁。这个夜晚，
他一狠心向父母坦白了真相。父母暴怒，根本不相信他的话。耿峰急忙又向父母解释，可父母不听他的。耿丽君脸色铁青地说：小子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次你不当着我和你妈的面结婚登记，我们就不认你。耿峰被逼急了，吼道：就是断绝关系我也不娶她，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张永华气得浑身发抖，你他心脏病突发，一头栽倒在地，因抢救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，但医生嘱咐千万不能再生气或激动。耿丽君与儿子谈话：如果你不和小丽结婚登记，你妈的命就丢在你手里，你看着办吧。那一瞬间，孝子耿峰做出决定，结婚，为了母亲结婚。同时他心里也暗暗拿定了主意，1年内一定要离婚，而且要在办婚礼前离婚。2010年8月6号，在父母的见证下，耿峰和蒋小丽登记结婚了。第二天，耿丽君夫妇高高兴兴地回到沧州。父母走后，耿峰总是想办法躲开蒋小丽。蒋小丽并不生气，仍天天和婆婆通电话商量如何办喜事。他们将婚礼定在12月18日，而这期间耿峰几次提出离婚都被蒋小丽拒绝了。他开始暴跳如雷，狂躁不安，夜夜做噩梦，精神紧张，工作时也心烦意乱。2010年11月中旬，耿峰在工作中发生重大失误，导致大客户流失，被公司重罚。耿峰把这笔账算到了蒋小丽头上。要不是他，我怎么会这么倒霉？我一定要和他离婚。2010年11月30号晚上，耿峰约蒋小丽来自己家，又一次提出离婚，依然被蒋小丽拒绝了。耿峰气急败坏地抓着他的衣领咆哮：离婚！你必须和我离婚！蒋小丽气恼地挣脱开，绵里藏针地说：我爱你，离不开你。耿峰气得发狂，狠狠地抽了蒋小丽一个嘴巴。蒋小丽踉跄着咬了咬牙：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别想这么打发我。谅你也不敢离婚，真离婚了你怎么和你父母交代？你别用我父母来养我，你这个歹毒的女人！此时积郁在耿峰心里的怨恨瞬间被点燃，他拿起水果刀逼向他：如果你不同意离婚，我就杀了你！蒋小丽认为他在吓自己，就挺起胸说：我不怕，我不会离婚的。已丧失理智的耿峰疯狂地扑向蒋小丽，连扎数刀。蒋小丽倒在血泊中。耿峰一看到自己手上满是猩红粘稠的血液，吓得面色如灰，赶紧将蒋小丽送进沈阳军区总医院抢救。蒋小丽的面部多处肌肉和血管损伤，胸部和2个手臂也严重受伤。耿峰先被抓进派出所，第2天被送进沈阳精神卫生中心进行精神鉴定，确诊他已患上严重的狂躁症和精神分裂症，需要住院治疗。耿丽君夫妇马上赶到沈阳，看到儿子住进精神病医院的那个惨状，张永华当场昏倒，心脏病突发而去世。耿丽君呼天喊地，悔之晚矣。
这边蒋家父母也抱着女儿痛哭。一场逼婚闹剧毁了2个家庭的幸福。2011年3月上旬，蒋小丽在沈阳军区总医院整形外科做第3次整形手术。医生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说，1年内蒋小丽还需做3次手术。蒋小丽告诉记者，她不记恨耿峰，愿意照顾他一辈子。但耿家的律师正在着手办理离婚事宜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